1841年8月26日，英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了大兴在厦门的防御。明哲总督严伯涛奔逃同安。9月4日，英军往长江中下游推进。9月7日，英国大批部队抵达定海。这一期节目是鸦片战争系列的最终章，以地图和第一手史料来呈现第二次定海镇海战役、清军的浙江反攻行动和长江战役的始末。最后一部分，我将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西方军事差异的一项重要论断出发，提供另外一种分析理解鸦片战争的视角。在经历第一次定海战役的失败以后，新任两江总督郁谦着手加强防御工事。定海县城三面环山，南面靠海，新设的土城防线即沿着海面而建。根据英方记录，新的定海防线安设了约莫150到200位大炮，其中最关键的是中间的东岳山。第一次定海战役中，比尔少将的地面部队便率先占领该座高地，布置火炮，于此轰炸县城。因此，在郁谦新的布防中，安设18位火炮于此，名为镇远炮城，并在土城西端的竹山、东端的青垒山、县城侧翼的小峰岭构建寮台围城，派兵员驻守。小小的定海镇当时便驻扎了5600名兵勇，可说是浙江省驻军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远征军舰队司令帕克在见到定海的新防御以后，非常惊叹地说：“自去年2月英军撤离以来，中国人孜孜不倦地建造炮台，他们所做的工作让人难以置信。从西端外围的岛一路到最东端，延伸到东岳山庙的半英里之外，现已大幅加固，沿海面连绵不断布置了一条由泥土建成的强大炮台线，包含267个炮口，和实际上在不同点上安装了95门不同口径的大炮。此外，定海县城墙还独立安装了41门大炮，以及无数能朝各方向发射的鸟枪。帕克与陆军指挥官郭富以为，第二次定海战役会比起之前的厦门之战困难得多。于是，远征军领导层改变了第一次定海战役中从东岳山登陆的作战方针，改在火力覆盖不及西端的竹山一带登陆。然而，由于这片海域恶劣的天气，即使拥有蒸汽船舰的英国海军仍无法如期执行作战。等到天气转好，英军依靠优势火力攻占舟山卫海的大武魁山岛，并架设了野战炮兵工事。4月1日，英军兵分两路，左路由2支步兵团组成，共1437人；右路则由49步兵团、皇家海军陆战队等组成，共986员。右路预计从东浦港强行登陆，向西进攻镇远炮城；左路则是英军的真正主力部队，从竹山登陆，一路往县城侧翼的小峰岭推进。当时，由于英军没有足够多的轻艇能让两路军队同时登岸，所以在早上10点半左右，左路先从竹山一带登陆。登陆的过程中，遭到中国守军的炮火攻势，但来自战舰的火力掩护，很快就打哑了中国方面的火炮。然后，在竹山的大清守军依然奋力向英军发起进攻。郭富说，在中国守军的火力下，很多英国士兵倒下，于是命令先登陆的部队立刻进攻中国守军的侧翼，将竹山一带的中国军队彻底清除。英军控制了通往土城的另一端的桥梁，镇远炮台的侧翼大开。接着，在左路军完整登陆以后，便架好了火炮阵地，从侧翼向土城的各炮台发起连环攻势，定海西端炮台全数被毁掉。与此同时，英国右路军仍在进行抢滩行动，大批海军陆战队投入作战。由于风向不稳，英军只有2艘水浅的船舰能靠近沿岸。这2艘战舰搭配大武魁山岛的英军野战火炮，很快就打哑了镇远炮城。右路军准备朝中国炮城进攻，但在此之前，陆军司令傅改变了计划，让原本准备进攻小峰岭的左路军的一部分部队从侧翼往东岳山推进。镇远炮台腹背受敌，很快被英军拿下。主路的另一大队持续往县城推进，接近西城门，掐住城池与前线之间的通道，使得前线中国军队既无法撤退，也不让县城派兵支援。郭富令右路剩余部队驱往县城西北的高地，赶走中国守军，英军便在此架设火炮阵地，如同广州之役的结局一般，定海县城笼罩在英国的火力之下。
很快，英军便找来了梯子登上定海的城墙。此时，定海的3位总兵皆已阵亡，城内指挥系统已经崩溃。英军不费吹灰之力夺取了定海县城，英军仅死去2位士兵，受伤27名，中方伤亡人数不明，但根据英国陆军指挥官郭福，清军的伤亡数值应该很可观。很快，英军在定海留下一小部队驻守县城与东岳山高地，以防清军回来。大部队开往浙江本土，准备向镇海镇发起进攻。镇海位于宁波东北处，此时正由两江总督玉谦亲自坐镇。我们来看英军绘制的作战地图，必须注意，这份地图是北下南上，而这是镇海县城，东北有座招宝山，建有多座炮台，防止敌军从海上进犯。由浙江提督于步云坐镇，县城的南面与东面朝向大峡江。玉谦令人填塞石块和沉船，使河道变窄，防止英战舰闯入，还派了数十艘轻水师战船于此。镇海对面有座金鸡山，也有数座炮台的防御工事。各位看到这里，可以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是英军领导层，你会怎么打这场战？郭富和帕克最终决定兵分3路进攻，左路由18和55步兵团炮兵连组成，总共1070员，从小峡江的右岸登陆；中路则由49步兵团炮兵与工兵连组成，共465人，在骊山登陆；右路则由皇家海军陆战队和海军旅组成，共563人，进攻招宝山的炮台。10月10号上午8点左右，左路执行登岸作战，陆军指挥官也在其中。英军的登岸行动未受到中国守军的抵抗，随后中路也加入，两路协同进攻金鸡山的中国据点。据英方记录，中国军队不断呼喊，干扰英军判断他们的位置。等到距离够了，清军便向英军射击。然而，清军的气势虽然很足，但枪法太烂，没能对英军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最终，大清守军被击溃，总兵谢朝恩战死。另外一方面，11点左右时，右路军在英国战舰强力的火力掩护之下，顺利完成登岸行动，直捣招宝山的炮台。海军陆战队与水手连压倒性的击败中国守军，拿下炮台，旋即向镇海县城方向推进。这时，坐镇县城的两江总督玉谦已经看傻了。根据玉谦的家丁回忆，当时他神情恍惚地走下了东城墙，然后便去了献血，当场跳进学校里的泮池，自决身亡。已经失去总兵和总督的镇海守军放弃抵抗，右路军从东城墙进城。下午2点，战斗结束，英军仅死了3人，16名士兵受伤，清军伤亡人数不明，但英军估计应该有数百名清军阵亡。占领后，郭富称镇海是个巨大的兵工厂，有大量的火炮与炮车制造工厂，以及大批的军火物资。但英军没计划在此逗留。10月12日，帕克派出斥候去打探宁波的状况。帕克这样说：“我们发现宁波城的范围非常大，没有浅滩，即使在低潮时，水深至城墙也不小于14英尺。这里的城墙不仅看似未做好准备，而且居民普遍在恐慌之中，他们正带着财产和家人向四方逃离这座城市。”浙江的海防显示的问题是，清军的防守仍是针对沿海海贼骚扰而设。在此之前，大清无法想象强大的英国现代化海陆军，如果进犯的仅是寻常海贼，定海和镇海的防御已经够用，所以宁波基本上不设防。然而，大清正在面对的不是海贼了，而是19世纪时世界最强的英军。清朝官员与军官至死无法想到，看似固若金汤的沿海堡垒，居然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征服。隔日，英军在镇海留下一支看守部队后，大部队往宁波推进。然而，这时英军的数量已经出现短缺的问题了。用来进攻宁波的部队总数仅有750人，但当时的宁波守军没有掌握这一信息。他们眼见定海、镇海相继失守，总督又自尽了，就放弃了抵抗。宁波已是攻城，英军兵不血刃进入宁波。郭富记录说，这支由步兵、海兵、陆战队组成的小型部队，在宁波的城墙上列队。18步兵团的乐队演奏《God Save the Queen》天佑女王。浙江省的第2大城市，城墙周长将近5英里，还有30万条灵魂住在这里，如今落入我等手上。宁波的居民似乎渴望得到英军的保护，公开表示大清的官员抛弃了子民，大清的军人没办法保护他们免于强盗罪犯的骚扰。至此，大清的东南重镇宁波落入大英帝国的手里。
随着入冬，英军攻势也缓和下来。毕竟，从英军能投入作战的部队逐渐减少的情况来看，此时的英军已经没有大规模进军的能力。广州、厦门、定海、镇海的驻防军，已使得前线能用的将士越来越少。英国必须等待来自印度的增援部队。因此，虽然英军2度深入浙江，甚至进了余姚城，但都旋即退出。但对英国前线的士兵来说，能在冬季时间休息是一大福音。远征军的军医 McPherson 说道，在1841年的12月和隔年的1月，浙江的气温都很冷，在宁波温度计很少来到16度以上。大部分时间都低于10度，还时常下大雪，带来严重的霜冻。但也因为如此，军医院能集中对士兵的照顾和治疗，使得团级医院的住院率下降许多。不像去年战役时，医院得住上平均数百名的患者，现在士兵的死亡变得罕见，海军的状况也十分良好。那中国方面呢？道光帝再次派了爱新觉罗宗室的义经到前线，并给了他8省增援兵马12000元。对义经来说，如同之前所有的钦差大臣，皇帝给的指示就是驱逐英夷，所以他是不可能没打的情况下去进行和谈。对义经来说，这仗一定得打，但不能打得太难看。实际上，在义经所策划的反攻行动中，真正用于进攻的部队只有负责进攻宁波的1600名四川兵，以及进攻镇海的1200名陕甘士兵。新任钦差大臣义经很可能自始就不打算和英军硬扛，因为根据前面的战役，他也知道必输无疑。1842年3月，虽然英军一直接获消息称中国准备反攻，但英军高层始终怀疑消息的可信度，没太当回事。3月9日，英方记录下一段发生在宁波街上的事件。9号的早晨，那些很少离开英军营区的中国男孩们，以极度恐惧的状态出现在保护他们的英国军官前面，模仿刽子手的动作和火绳枪、大炮的发射声，并且向他们在英军军营内的朋友们说道：“明天来喽。”明天来了，可能是宁波话的“明天来了”的意思。之后，这些男孩分批消失。到了傍晚时分，在英军占据的城镇中，已看不见中国小孩的身影。但英军的指挥官仍然判断这不是中国进军的前兆。4号清晨4点，一驻守在宁波西城门的哨兵看见一中国人独自走在路上。英国哨兵用当地方言说“走”，命令他离开，但那个人不予理会。此时，英国哨兵发现这个男人其实手上拿着燃烧的火绳，哨兵再次发出停止警告。这次，那个男人用方言回应：“我不走。”哨兵开枪，那人倒地身亡。射枪声灌破了清晨的宁静，英军部队立刻展开集结，中国军队也从黑暗中现身，发起冲锋。远处还有间歇的隆隆炮火声，是中国部队的火炮轰击停泊在外海的2艘英国战舰的声音。进攻宁波的四川军中有不少藏族士兵，非常勇猛。一群人攻下宁波的南门与西门，往市中心杀去。英军指挥调动49步兵团前去南门。英军与清军在市中心的市集之间发生多起冲突，最终英军无情扫射，甚至发起多次刺刀冲锋，四川军被彻底碾压。一位参与西门城市战的英国陆军中校做出如下记录：我们从大门出发，走上郊区的狭窄街道，开始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但大约走了半英里之后，在街道的转弯处遇到大批敌军。就眼力所及，整条街道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领头者是位骑马的官员，尤其明显，挥舞着他们的剑和枪，大声呼喊以互相鼓励。若不冲锋，他们也决心站稳脚跟。如果在第一时间敌军就展开冲锋的话，我们小队一定会被横扫。但这种意图很快就被消灭了，因为敌军前列的尸体形成了一条线，只有非常勇敢的人才能往前。我们小队开始推进，前排齐发射击，后排再接力射击，直到离敌人10步到15步的距离。这时榴弹炮抵达前线，3磅的葡萄弹快速连发，产生巨大的效果。在榴弹炮来到之前，我就令 Morris 中尉和 Molesworth 中尉分别率领皇家爱尔兰步兵与炮兵向敌人侧翼包抄。虽然过程有些艰辛，穿过了重重屋子，沿着运河涉水前行，水深急坳，但最终给予敌人重大的打击，他们大乱撤离。我们追击他们，直到郊区外的几英里处。至此，宁波反攻计划大败，英军只有3人受伤，但英军估计中方至少有500到600人的死亡。
与此同时，镇海的英国55步兵团军营也遭受中国军队攻击，但镇海的英国指挥官选择相信收到的情报，所以事先做好了迎敌准备。清军向镇海西门发起攻势，但一支只有50人的步兵连已经到位，强力驱逐了陕甘士兵的冲锋，并在东岳宫发现清军的兵营。英军的3支连立刻上前进攻，在英军火力炮轰下，镇海的清军溃散。至此，整个浙东反攻行动彻底大败。后人从英方的记录中感受到这支大清军队的奋勇。事实上，根据印方审讯中国俘虏得到的情报，这支四川陕甘联军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欧洲的精锐火炮与战术，可称得上是不知者无畏，相当勇敢的执行任务。但我们也能从而得知，鸦片战争中的清军士气其实是非常高的，绝非一些论者所称的毫无战斗力。英国陆军司令郭附得知浙东反攻行动后，立刻赶回宁波，接获情报称大清正在奉化、慈溪等地再次集结部队，甚至有消息说杨方也要到浙江前线，准备对宁波发动另一轮的攻势。3月15日，郭附集结英军和战舰向慈溪发起进攻。很快，清军溃败，主帅爱新觉罗义警奔逃杭州。然而，战争走到此刻，也令大英帝国全权代表普定查有点着急了，因为中国似乎没有打算和谈的意向。普定查希望能打下浙江的首府杭州，以逼迫清廷妥协。然而，恰逢大潮，使得英军高层不认为此时进攻杭州湾是明智的，但让战舰封锁却是可行的。于是，远征军高层最终决定了新的目标，那就是扼守杭州湾的重镇乍浦。长江战役一触即发。1842年5月6日，英军放弃宁波城池，大军往长江流域集结。第一站便是位于杭州湾北岸的乍浦。由于当时海面状况不如意，全世界最先进的英国战船也花了10天才抵达乍浦外海。当时的乍浦由八旗和各省援军共7000人驻守，但其防御设施远不及厦门、定海、镇海。事实上，乍浦的火炮数量相当之少，勉勉强强能凑出60位大炮，连定海与镇海的一半都不到，甚至只有厦门的1/10。在此情况下，英军高层以为这起战役会比起夺取镇海、宁波还更简单，但结果证明，清军的顽强抵抗让英军大吃一惊。郭附与帕克计划采3路进攻，从乍浦城池的东南处登陆。据英方记载，中国军队见到英军过来后就发起冲锋，大量使用火绳枪进攻。然而，英军的排枪阵法让清军始终难以贴近，很快就被优势火力给打退。与此同时，左路军受到中方顽强的抵抗，甚至一度突破英军排枪阵，试图与英军展开肉搏战。但是此时英军右翼已包抄上来，目标是切断清军的撤退路线。这是一场血腥屠杀，英军重创乍浦守军，英军左翼持续推进到乍浦城的东北角，开始执行攻城。县城门的守军崩溃，英军登上城墙，乍浦城被攻破。然而，战事仍未结束，有一支约莫300名士兵的八旗部队仍然坚守阵地。八旗部队眼见撤退路线已被截断，回不了县城了。南边又有英国海军旅部队登陆，等于四方都没有逃生路线了。八旗部队退到这里的天尊庙内，拒绝投降，誓死抵抗。八旗兵利用建筑物和峡谷地形进行防御，猛烈攻击英军的先头部队。英军很快意识到此处地势难攻，便叫了援军前来。然而，八旗退到庙内，他们隐藏在复杂的建筑物里面。等到英军一进来，便齐齐开火。英军进入天尊庙的先头部队全数中弹，不少英军当场死亡。这张图描绘的就是一名皇家爱尔兰步兵团中校阵亡于天尊庙作战的场景。英国部队只好向后撤，最后只能用火药炸毁庙的围墙。英国部队再次尝试进入，但八旗兵仍然持续输出，逼迫英军撤退。天尊庙之战持续了3个小时，八旗兵仍坚守不住，最终英军只能放火将整座庙夷为平地。250多位八旗兵英勇战死，50多人遭俘虏。至此，乍浦全境沦陷，落入英军的掌控之中。英军死了2位校级军官以及11位士兵，6位军官和56名士兵严重受伤。中国方面伤亡人数不明，但英军估计至少死了1200到1500人之间。看似容易攻下的乍浦，居然造成英军如此麻烦，大出远征军高层所料。
英军不打算在乍浦逗留太久，10天后，全军开往今天上海的吴淞区。1842年6月8日，远征军抵达吴淞，该处是江苏省的海防重点。我们来看当时英军的作战地图，这是江苏省的宝山县城，往西南是吴淞，再往吴淞江上游走，则是上海城。吴淞防线的原理是透过这条土塘，以防御吴淞江口。上有144位炮台，驻军1000位。临海的宝山县城也配有大小火炮50位，配军2000名驻军。东岸则有20位炮台，1000名驻军。吴淞江内也布置战船，防止英军进犯内河。然而，战事至此阶段，我们应该已经能感觉到，打击这种配有火炮的防御体系，正是英军的强项。英军主攻西岸土塘，计划直接朝宝山县城推进。6月16日正午时分，英军在此处打出破口，中国守军阵亡溃散。英军分2路往宝山县城推进，但县城的守军早已逃跑。英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宝山，战役就如此简单的结束。英军死亡3名士兵，受伤25人，清军约莫阵亡80多人。至此，英国战舰能自由进出长江。但对英军来说，还有另一天大好消息，那就是期盼已久的援军也来了。现在远征军共有11支步兵团和炮兵工兵部队，总兵力规模达12000，海军战舰达25艘，轮船14艘，还有多个其他用途的船只。这可能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集结如此庞大的远征军，绝非一些业余历史网红所说的英国只花了3分力。这支远征军的规模见证了大英帝国希望彻底碾压大清的强力决心。6月19日，英军水陆并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清军放弃的上海城。7月5日，待远征军整装完毕，留下2艘军舰封锁吴淞口，其余大军驶往长江内陆。事实上，这时的英军其实作战目标很不明确。在占领了上海后，本计划进攻苏州，因为他们知道苏州是江苏省相当重要的城市。但由于不熟悉地形，加上正值炎热的夏季，最终没有找到通往苏州的路。英军内部再度爆发流行性热病，远征军高层决定改走凉爽一点的水路，打一个是一个。英军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才抵达镇江，但英军很快意识到这座城池的重要性。一位英国军官是这样说的：能直接对中华帝国执行要害打击之处就是镇江，因为这座城镇就其对上游省份的主要通道和后勤供应链的位置而言，也就是大运河位于枢纽处。大运河的水流洗刷着这座重镇的2面城墙，镇江坐拥坚固的防御，并且配置足够多的手段，能封锁大运河向北的河道，也能截断长江两岸的通讯渠道。大英帝国全权大臣普鼎查拥有了控制中国政府生命线的强大武装力量，中国天子及其王朝的命运已经在其拿捏之中。然而，令英军吃惊的是，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镇江，居然没有炮台阻止英军船舰，也在城墙上不见人影，甚至看不到清军的旗帜。远征军以为又如同上海一样，中国军队恐惧英军的强大而弃城逃跑，他们以为能够轻松地拿下镇江。但事实的结果再度大跌眼镜，英军在镇江遭遇了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反抗与损失。事实上，清朝援军这时也抵达镇江，2700名士兵镇守城外，1600名八旗兵防御城内。7月21日，英军发起攻城行动。英军分4路进攻。首先，陆军第2旅在镇江城登陆，抢占北固山的高地，但这仅是佯攻。真正的2个旅的主力部队在运河的另一岸登陆，这里分为2路。一支部队攻击在城外的中国军营，另一支部队与炮兵连往西门推进，准备炮击西城墙。城外的中国守军很快就被英军的优势火力给打溃。另外一方面，主力部队抵达运河，他们最先以为运河是可以游过去的，但实际探测后才意识到此举不可行，所以英军放弃了进攻西城门的计划，改打南门。英军很快的在南门放置了炸药弹，将之点燃，镇江南门被炸出一个口。同时，英国战船驶进运河，并将皇家海军陆战队放在西城墙附近。一部分载有火炮、火药的船只往南门推进，遭遇八旗守军猛烈的火力攻击。英国船舰只好向后撤，但已经上岸的陆战队趁此时机抢占了城墙上的小型出口，以此为破口进了镇江，与南门的英军会师。此外，位于北门的英军也展开登城行动。虽然八旗兵猛烈射击，但英军很快找来了炮兵进行回击，打哑了清军。英军接近城墙后，找来梯子准备爬城墙。登上城墙的英军势如破竹，碾压了城墙上的八旗，一路向西城门推进。至此，镇江的北、西、南3城门的守军
都周到清楚。然而7月的镇江对英国人来说非常炎热，陆军司令国府只好暂缓行动，等到比较凉一点的傍晚时再往市中心推进。与此同时，剩余的八旗部队开始在城市中偷袭英军，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傍晚时，英军才深入市中心，摧毁最后一点反抗力量。镇江八旗兵的指挥部陷入熊熊火海，英军相信这是满洲人自己点燃的。满洲指挥官海林自尽，举家死于大火。事实上，八旗兵几乎不愿意投降，在最后关头选择自尽。陆军司令郭府是这样记载：我们的翻译官莫里森先生向我讲述了鞑靼将军府焚烧事件，并指出那位不幸将军的遗体。我们进入的每一间房都有鞑靼人的尸体，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死在井里或是被自己人杀死。我很高兴能将部队撤离这可怕的毁灭之地，让部队进驻北边的衙门。看起来，鞑靼士兵没有料到我们部队行动之快，以为这座城市是坚不可摧。大批逃离我们火力的鞑靼人最终选择自杀。这座城市所损失的生命是骇人听闻的，甚至可以说，满洲人在镇江已经灭绝。这场战役，英军投入鸦片战争中最多兵力，约莫7000士兵，但损失也最为惨重。34位军官和士卒阵亡，107人受伤，3人失踪。清军损失数字双方记录不太一致，英军估计至少1000人。清方的记录显示有307人阵亡或失踪，但可以确定的是，八旗兵损失最为惨重。中文资料显示，八旗部队损失达30%，绿营兵只有1.6%。道光皇帝在接到报告后感叹：“不愧正值满洲官兵，深堪名册。”1842年8月2日，英军留下一支旅驻守镇江，其余部队往上游推进，开往帝国的长江重镇南京。至此，清帝国上下已意识到这仗不能再打了。两江总督牛建和钦差大臣求和。1842年8月26日，帝国全权大臣蒲定察等人进入南京，签下《南京条约》，开启了中国动荡100年的序幕。求和的过程和条约内容本身都相当复杂，有一些说书人讲过了，这里不赘述。但朋友真的对此感兴趣的话，建议读一读毛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一路看下来的朋友，约莫已经感觉到了，大清部队绝非一般人印象中纪律不严明、仅使用冷兵器的军队。帝国东南沿海的布防基本上以大炮等重兵器为中心而成，许多部队也配有火枪。事实上，18世纪大清最精锐的部队并已配有大量火器。虽然与同时期的西欧工艺水平相比，大清火器完全无法相提并论，但在东亚大陆已经够有能力碾压东亚的邻国。从这个意义上，当时清军是热兵器与冷兵器的混合物，以火器为主要的进攻手段，搭配冷兵器的骑兵冲锋。清代史家常说，当时的中国应该避战，如日本幕府一样韬光养晦。这当然是一条路，但是不切实际的后见之明。在南亚蒙兀尔帝国瓦解以后，大清就是实际上的东方第一大国，而大英帝国也绝对重视这场战役，投入最适合的武器、战术和部队来执行进攻。乾隆去世以后的中国，基本上无法想象天朝之外会有一支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存在。在信息通道不明、英国又求战的条件下，中英战争完全不可避免。所以，该问的问题绝非大清如何避战，而是大清该怎么打才能至少扯平。绝大部分的观点是不可能，大清输定了，清朝应该砍掉重练，从一开始就不该锁国，应该学习西方的科学和船舰炮力，类似于后来洋务运动的基本思维，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恩格斯在1857年发表于纽约一英文报刊的评论，提供了我们另外一种思考方式，那就是大清不该跟西欧帝国玩他们擅长的热兵器战，而是应该让他们来玩大清强项的冷兵器战。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叫做《波斯和中国》，评论差不多同一时间发生的英国与波斯战争和中国英法联军之役。恩格斯认为，波斯在这起冲突中最大的输点不是他们拒绝西化，正好相反，波斯当局非常重视军队的现代化。但问题是，在引进西式武器的同时，没法同步将波斯的军事制度整个扭转成欧洲形态，所以造就了一批半欧半土的四不像部队。恩格斯认为，1850年代的中国情况很不同于波斯。在他看来，由两广总督叶明琛主导的反抗运动，不以欧洲人擅长的热兵器作战方式来进行，而是搞民族战争。恩格斯给出一些例子，包含中国民众自发的给住在香港的欧洲人下毒，或者暗地里带着武器搭乘商船，中途杀死欧洲乘客。又或者绑架遇到所有的外国人，或在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上
搞起义活动。对此，恩格斯评论说，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之外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式叫做怯懦、野蛮的残酷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么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恩格斯引用了一句拉丁文谚语，说中国战争形态是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之战。当然，恩格斯这番评论的诸多细节有待商榷，但我认为此说的大方向很值得我们思考。鸦片战争中，英军的绝大部分战役是轻松碾压中国守军，然而在没有太多热兵器布防的乍浦、镇江战役却引来了严重的伤亡和损失。为什么？因为这2起战役的8起部队不跟他们玩热兵器会战，而是跟英国人打巷战、城市战。即使最终结果仍会是英国取胜，但是可以感受到恩格斯说法的有意思之处。换句话说，在19世纪时，如果东方帝国想在本土与欧洲人至少打个平手，主要有2条路：一是如明治日本彻头彻尾搞全盘西化，不止武器、船舰现代化，整个军事、政治制度都改成欧洲帝国的形态；二是坚持传统的战争形态，用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欧洲军队。恩格斯的这个思路其实很好解释了为什么之后成为大清主力部队的湘军会是以那种半土半洋的方式出现，这牵涉到了太平天国之乱带给近代中国史深刻的影响，但这是之后的内容了。如果你看到这里，感谢你对本系列的鼎力支持，欢迎点赞、留言和打赏，各位的支持是历史卫视持续成长的动力。我们下期见。